Hello， 大家午安，我是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白话。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全球大白话的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个星期四都要隆重的来欢迎我们最新的贵宾，这是谁？这是我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郭正亮郭老师。本来在哪里？哈，本来不是这里。哎，你这个较水呢？你这边我们是隆重的邀请您，隆重的欢迎您。本来在我们那边的棚啊。哦，这样。对啊，我们为了您特地找一个你看灯光美、气氛佳的地方，请老师好好帮我们聊一聊国际关系。那主要也是因为呢，其实，在今天很重要的一件新闻，大家都在看。就是拜登出手了，发现呢，在这个中方他们把这个加还有者呢给禁了之后，发现说你有稀土，我有什么？我有科技呀，所以他把 AI 这个云计算的技术很有可能之后就不让北京来使用，让他们之前可以绕过这个科技的制裁，但是现在还有可能再绕吗？但是在这一些双方在盘整的过程当中，要请教亮哥怎么看了，因为大家都说这都是为了筹码啦。筹码是什么？筹码是为了谈判嘛？那谈判是什么？谈判是今天叶伦已经来到了中国，那他来到中国说不会见习近平，而且呢，他在去之前，蛮特别的，他先跟谢峰见了一个面，然后呢就讲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你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呢，其实大家都说这个星期大家都预计的是不会有重大的突破，但是谈的话题很多。看起来是纽时没有讲到关于关税这件事情，关于美债这件事情，他讲的是全球债务，你怎么来看？应该谈些什么？叶伦是7月6号才要去了，对，可是因为他要去4天3夜，这个跟上次布林肯不一样，布林肯是1 night in 北京啊，是2天1夜，所以你去那么多天不太可能只抽象的谈一定会谈具体的问题嘛。是，那双方都会抛问题啦。抛问题就是，比如说《纽约时报》事实上他第一次丢问题是说他想要了解反间谍法的红线。对。因为这个是有关美国企业嘛。那美国企业当然会碰到一些高科技啦，那甚至于。要拿到比如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啦，各单位的数据啦，那会不会被人家解读为收集情报？他想要了解那个红线。那中方实际上都没有回应啦。中方大概是那个前人行的副行长朱明啊，他就丢出来了，就说你叶伦主管的范围就是财政部，那就是税嘛。对。所以你那个贸易战的关税你可以处理啊。你做得了主？他当然不能做主啊，都要经过拜登的啦。因为事实上叶伦去之前，他先去拜访谢峰嘛，就是驻美大使啊。那谢峰也，事实上他一到美国上任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可以通到中央的管道。所以你美国来找我就是了。那果然叶伦就去找他了啊。所以我估计他大概就是要摸底啦，要知道求考题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中国关心哪些议题，那哪一些问题大概可以谈一谈，我觉得大概是这样。所以，因为你这个写的都太抽象了，什么叫营商环境恶化呢？那具体讲就是反间谍法嘛，不然指的是什么呢？对不对？那技术与贸易管制，那美国干的才多嘞，那可是问题是技术管制不是他的权利啊，那个是如果叶伦这一次去顺利，后面才会有商务部长啊，那个 Raimondo 才主管科技制裁啊，是所以这里面有些议题不是他能决定，汇率也不是他决定的，汇率联准会决定，对，所以利率也不是他决定的，对不对？那全球债务他没有做，他早就想要跟北京谈了，就是希望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北京能够做更多免除嘛，可是这一点坦白讲叶伦就是睁眼说瞎话了，因为在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020年那个时候就有通过一个就是全球债务的一个缓解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共识啊。那中国大陆大概占了全世界债务大概30%，是。那中国大陆执行到去年底，他已经做了63%，所以人家是有进度的啊。
那其他的就是，比如说世界银行啊，那些国际的多边的金融机构，是，那还有欧美的私营银行，他们占了70%啊，结果他们的进度到现在只有2%，只有2%，所以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脸要谈这个议题了，这个谈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对美国为什么他们做不到，你可以去想象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民营银行你凭什么去命令人家？对，那他一定要有报酬率嘛。那民间银行对第三世界的贷款，通常利率是5%起跳，那如果是世界银行，对第三世界的贷款大概都是3%啦，或者是2点多啦，大概是啊。那中国大陆对第三世界的贷款大概都是1到2之间。你这个就完全看得出那个急剧的差别。它利率很低啦，对，怎么讲？它是真的照顾人家啊，所以你说要缓解嘛，所以它缓解范围，坦白说1到2%的利率，对方也付不出来，那岂不是叫我降到0吗？那事实上他也做了，他做了，有一些就是拉长贷款嘛之类的啦。事实上他对巴基斯坦、对斯里兰卡都相关的都做了啊。那问题是。你的欧美银行没跟进啊，而且你的利息是最高的啊，那你怎么不降啊？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啊，我不相信他不了解状况啊，因为连我都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本来是很有声望的一个学者，那入了拜登的政府就变成政客一枚了，变成这样哈，这个议题一点正当性都没有。那第5个议题根本不是他的事啊，对啊，那是布林肯的事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叫随便凑一凑了。你是扭实写的随便凑一凑？不，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叶伦可以做的。对，重点是叶伦不是一个人去是，所以这也会构成问题。对，两党的议员要一起去。对，所以讲了所谓人权与国家安全问题，就是议员要这边瞎掰的嘛那坦白说了，你议员去，那你见到何立峰，何立峰也不能回答你何立峰又不是管外交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就是你如果真的是要谈你的权责范围内的问题，就应该你自己去，然后只带财政部的高阶官员，这样才是真的要处理事情嘛，而且有一些事情，坦白讲也不能让国会议员知道。我坦白说因为我当过3届的立委是立委跟着去的谈判，没有一个会成功而且还是2党立委一起去。是啊，而且共和党就摆明了就是不准你让步的，对不对？所以国会议员只要跟，那就是要坏事的嘛，所以你还带国会议员来，你是要宣传，要做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简直是有点荒唐了。那所以亮哥，你觉得他这次去到底要谈什么？因为我不是要谈什么，他都会谈。那你觉得你觉得他有带什么副案去吗？应该这样问。不是副案带什么礼物去了？带什么礼物去？好，这个你形容词不错，带什么礼物去？副案个头了，副案那个。但是他心里头有想法吗？关税？坦白讲，他没有这个权利啦，是拜登的权利啦。就是拜登要不要让他破冰啦？不然以耶伦的权利，他就可以直接宣布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讲税嘛，关税嘛。因为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的贸易大概35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里面，大概平均征了19.3% 的税。是。所以大概合起来大概是600多亿美元啦。那600多亿美元，这个事实上就是进口商，不然就转嫁给消费者了嘛，对不对？事实上是谁得到好处？可是税是美国政府收的。是啊。对啊。所以是美国政府获利啊。跟中方没有关系。可是老百姓买东西就变贵了嘛。或者是进口商自己就不得不去付嘛，就是这样嘛。所以而且2-3年下来，证明你贸易战失败嘛。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额还在增加，因为你用美国的算法，美国统计的数字，去年
美中贸易额是6900亿，那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还是有3500亿，没有什么变化那如果按照中国这边的算法，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额是7600亿。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中国这一方会比较多呢？因为它有的是经过第三地才进去的。是。那可是中国海关就会知道它出去了嘛，那知道它最终目的会在美国嘛，是。那美国就会算到第三地去，懂？大概是这样。所以你的贸易还在增加，表示你的贸易战毫无效果不是吗？那毫无效果，苦了美国的中下阶层，因为人家会转嫁到商品价格上面嘛，对不对？所以你还不取消你还没嘴硬而且拜登2020年的竞选政见就批评这个关税是错误的，愚蠢的策略，是。贺锦丽也这样讲，你耶伦也这样讲，到现在你还不改，对不对？所以坦白讲，这个中国大陆也看在眼里了，就你就是一群犹豫不决、没有做决策能力的，就是一群政客嘛，就这样。因为你明明就不是这样主张，是，那就因为共和党给你卡到了嘛，你不敢动嘛，就是这样那有可能会在明年选举的时候，也许接近选举的时候，他会开始有改变，不知道。问题是共和党跟着你去对，这次共和党跟着去，好像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且共和党一定会骂你啦，一定会说你看你在这个时间点上做什么都一定会被讲话嘛。是，所以你必须要权衡嘛。对。可是问题是，我们就说美国跟中国是有竞争跟合作嘛。是。你竞争面你搞不过共和党，因为共和党不用负责任嘛，所以他一定无限上纲嘛。当然。我管你去死，对不对？合作会得分嘛。对。那得分就是老百姓会得到好处了。股市也会涨，那我认为对民主党，因为他是执政党，你多少也会得分那可是共和党一定会骂你说你投降，是，那这个被骂投降，你就要承受嘛，那比如说布林肯去访问中国大陆，在习近平面前听训了30分钟，那回去人家就说你去叩头这个是必然的啦，那结果你看布林肯就回去就开始变成开始又开始压开示强嘛，不敢示弱嘛，就受到压力嘛，因为毕竟你只是个幕僚嘛，是，所以重点就是拜登你没有帮人家顶住，你如果拜登认为布林肯这个是必要的，你就要帮他顶住嘛，对不对？可是拜登就是个无能的家伙嘛，他就是一个犹豫不决的政治人物嘛，所以他回去之后又开始乱成一团嘛。比如说布林肯离开，那隔天美国的海警船就进台湾海峡了，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就立刻山东舰航母也是开到旁边，对不对？然后中国大陆有4架飞机超过中线，对。那再隔一天，你就在募款餐会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了，不是吗？我帮你倒带一下，这样。拜登记忆力比较不好，你就知道拜登你到底是在干嘛嘛？就是你叫布林肯去中国，难道不是为了请大家希望缓和一下吗？那缓和一下，他显然就是因为，你怎么没有给我该给我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叫做双方的军方要恢复沟通嘛。就他最想要的，对，结果中国没有答应嘛，那中国没有答应是很合理的你没有取消李尚福的制裁你叫我怎么跟你互动呢？据我了解啦，据我了解，拜登本来是要取消李尚福的制裁的，哎呦，可是苏利文跑去跟他讲，你不能够这个时候取消制裁，因为间谍气球我们才刚结案，那人家会觉得你示弱。所以他又临时没有取消李尚福的制裁。我跟你讲这个剧本我是了解的。本来布林肯去就是想说李尚福会取消制裁，所以他去的礼物应该是李尚福取消制裁。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当然是这样。那所以呢，那个秦刚大概就宣布，就说那个军方的互动我们可以重新开始那
我就说你从这里看出一个领导人的犹豫不决嘛。苏利文本来就跟布林肯不对盘你连这个你都不知道吗？这个好像很多人都知道。是啊，你去想一想嘛。你布林肯去中国的时候，请问苏利文人在哪里？苏利文人在日本那不摆明了就是在唱黑脸吗？对不对？所以你拜登在这里面你要权衡嘛。就是这件事，我觉得布林肯一定要有所收获，不然会僵住嘛。对，那你为什么不做这个决断？是，所以我就说拜登就是个窝囊废嘛，就是这样。那个我们一直以为说布林肯在中国，然后苏利文在日本是他们两边瞧好的，没有是所以听起来像是两边在竞衡，两边之间在互比高下，然后结果苏利文这边拿下来了。我坦白说了，苏利文是不是赞成布林肯去访中国，我都怀疑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上次布林肯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如果我们这样子来了解在整个这样的始末的话，等于说中方这边他们也很傻眼啊！怎么你一回去之后马上就说对，组织说的对，你是独裁者，是啊，大家都觉得很傻眼嘛。而且他没有收回，对，他就不需要收回，他讲的都是事实。这种，但是问题是，其实呢，叶伦他也还是让他去了。那大家就开始在讲了，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有一种边打边谈的格局，可是。刚刚亮哥都特别提到说，叶伦这一次去，其实应该要带礼物，就像是每一次去访问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具体的成果。那在此之前，你要先释出一些善意。如果上次布林肯，有可能是因为取消李尚福的制裁，这一次的叶伦有可能是因为，在关税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两边开始有些讨论，有些松动的话，那叶伦他想要什么？很多人都在讲说就是美债啊，因为他现在又要再发美债嘛，4个月要卖8000亿嘛。对。可是问题是在这样下来，他有这样的机会吗？中方会理他吗？中方完全没有理由要买美债嘛，买美债等于就是借钱给你嘛，当然，然后增加你美元的信用。那你一天到晚在打我，我还借钱给你啊？你是在想什么？而且他这个额度之大，我们说4个月要发8000亿对。那因为他要避免这个影响到国内金融机构的资金的被冻结嘛，因为你买了美债就不能动了嘛。那你对企业跟对消费者的融资当然会减少，对不对所以他也会担心这个，而且会提高短期利率，这是必然的。如果都是国内购买的话，所以他会希望海外买多一点。那2个大债主，一个日本。一个中国，日本看起来好像也没办法再多买多少。我跟你讲，都一样，都一样，就是人家没有理由这个时候买嘛，因为你的美债的循环已经到顶了嘛。对，我不可能再去预期美元会再升息多少嘛，你可能还会有1-2波啦，可是大概就到顶了，而且你国家的赤字那么严重，是，现在31.5兆，我怎么可能预期美债会再涨啊？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会变成就是，因为你去想嘛，它至少要有30%是海外购买，那30%就是2500亿左右。对，那我跟你讲了，有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有贸易有超过1000亿盈余的国家只有3个，一个就中国嘛，一个是德国嘛，一个是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现在很难的。可是沙烏地阿拉伯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它虽然原油有创下盈余，可是呢，它一定要去买工业制品，因为它完全没有生产能力。所以它有大量的钱都要去买民生用品。所以事实上，沙烏地阿拉伯我有去查美债的购买额度了，沙烏地阿拉伯都非常少，大概都只有100-200而已。所以反而不是政治因素，是它实际上面、实物上面的因素，实际用不 OK 没有办法。那你说它的主权基金嘛？对不起主权基金没有人在买美债的啦，主权基金都是买股票嘛，对，就是买可以长投或有更大成长幅度的那个美债，这个叫做货币投资，这个是最低的，只是保守投资，对不对对。所以你说什么这个？你说那个挪威的主权基金啊，这个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基金、皇家的等等，都是买股票所以他能够求的就是你讲的嘛，日本跟中国嘛。对。可是日本也要保日元
因为日元最近又贬回来了，对，现在又破100，又破140了嘛。对，那他担心会跌到150啊，所以很多人都说150就是底线，那他一定要拉回来，所以他怎么可能买那么多美债？你买美元一定会贬值啊。是，所以无论如何，我认为他也希望能够挺在135左右，再拉回去一点，或者更高。OK。那中国就是政治问题嘛。坦白讲，最有条件买的是中国了。当然。因为中国的贸易盈余以现在的全世界的贸易结构，80%几还是用美元交易嘛。所以中国大陆的贸易盈余几乎都是美元。他手上都是美元那重点是他这些美元要干嘛？对。那他当然可以买黄金啊。那总不会笨到他可能会想说，那我美元我用那个货币基金存款就好了。现在的利息也有5%那可是问题是，可能利率也会动啊，对，汇率也会动啊，那这就是它的风险嘛，那他如果要避掉利率的风险，他可能就买美债，可是那个就是固定值嘛，是，那中国大陆以前多少都会这样做啦，可是现在关系不好嘛，所以他持续性的在买进黄金嘛，对，可是他的美元还是花不完的，还是满手美元，满手美元。还是满手美元。你去想，你跟美国的贸易一年就有3000多亿的盈余嘛，那都是美元。那你去看第一季，每一季4季，你平均一季都700-800亿啊，你要等下干嘛？是 ，OK， 所以到底他有没有办法真的要到他要的东西？所以叶伦为什么要找他？对啊，找他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知道中国经济的状况，他就想说，你如果1个月给我买300，那4个月就1200了嘛。我的业绩就有了。当然是这意思啊，当然就是这样期待啊。我跟你讲，日本在5月吧，他就做个样子买了300多亿，那美国就很高兴了。对啊，可是他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做了。因为中方先前其实从开年之后，他们就开始抛，然后一直到3月的时候买一些回来，买205亿。一点点而已，一点点，那隔月又再卖400亿，对，又在。我跟你讲，中国是这样，而且中国现在在搞本币互换，对，本币互换是有风险的，事实上，你的货币要变成全球货币都有这个风险，因为你要去承担第三世界货币的不稳定，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一定要跟人家换啊，比如说阿根廷那种货币谁要啊？可是你没有办法，你要给人家额度啊，所以为什么人民币会贬值？就是受到这个冲击嘛。是，比如说你人民币出去了嘛，比如说你到阿根廷嘛，那阿根廷给你阿根廷币啊，那阿根廷币你现在怎么用啊？就没有人会接受嘛。对，那你不是拿到废纸吗？波动太大。可是你还是要做，你没有办法不做，你只能够说，我就先放着吧，等阿根廷体质变好了再说吧。我当然就给他比较少的额度嘛。可是总之，比如说你给他3000亿。你还是亏到啦，对不对？所以你看俄罗斯就贼聪明啊，他跟印度交易，他就不收印度卢比啊，他说你给我人民币，结果他把人民币给了俄罗斯，俄罗斯拿到市场上去卖，他换成美元，哎呦，这个是违规的啦，不能这样干的，所以央行最近就冻结了俄罗斯好像是有1家还是2家银行的户头嘛，这个都会知道了，这个不能作弊的。那可是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在推本币互换，尤其是上合组织会议跟金砖会议，他都要推这个议题。没错。所以他就要想到他的人民币可能会有遭到第三届世界货币互换的风险嘛。所以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去买你美元呢？因为我买你美元，等于是我本身也是往下，对，我做强你耶。那我自己又弱一点，所以在这里坦白讲，他也有一定的压力了。OK， 所以到底会不会有叶伦期待的那个可以躺着回去高枕无忧去一趟北京之后回来业绩全达成？这看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了。问题是你礼包大不大？对你带去的那主人家有没有满意？因为习近平已经说好是不会见他了。因为就是看你礼包大不大。我跟你讲了，上次刘鹤也见到川普嘛。是。
那为什么川普特别接见刘鹤？因为刘鹤带了大礼包去哦，他那个时候是第一阶段的，就是说我愿意同意给你买多少东西，然后后来被骂说你都没有买的那个。那个是后来。那没有买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打科技战开始制裁了。所以叶伦如果带大礼包，我随便讲了，我说我取消1000亿的贸易的关税，这个有可能见，就你的礼包够不够大？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迹象。我们以前当民代选民服务，你也要带茶叶来啊，不就这意思？要有心意啦，要有诚意啦。但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这方面的讯息在释出，因为我们开始今天也很疯狂的在 Google 发现，好像还是没有类似的讯息。但是你怎么样看？因为看到另一个讯息是拜登说我出手了，因为呢他现在说他要，我知道你们绕道进行我知道我进了你们的晶片之后没有关系，你还有云端技术可以来用，那现在连这个我都要给你寄，真的是有办法直接遏制对方吗？这个不能这样讲，因为他事实上。他这个云端要限制交易是很早就在谈了，所以绝对不是在大陆出了这个者根家的制裁之后才有的。是上个月我就已经有看到，就有看到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时间点，你觉得再拿出来讲？时间点，它启动的时间是7月23。那大陆那个者根家的制裁是8月1号。对。可是你要知道不一样因为。中国大陆是比照荷兰的政府核可制，它不是所谓的项目制裁就封杀，它不是通杀啦，它是说你每一项都要跟我政府申请，那我再核可，荷兰也是这样这个荷兰这个政府其实蛮聪明的，那他9月1号才实施，最晚那个，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赶快来，我不溯及既往了。给你一点时间运作，意思是这样。是。我跟你讲，这个魔鬼都在细节里了。是。然后它有3款嘛，那3款它不一定全进他可能看中美关系好一点，他就再拖度一点。我觉得会是这个情况。是。这个中国也了解了，中国知道荷兰是被逼的啦。因为 DUV 已经完全违反之前的默契了嘛。对，它不是先进制程嘛，你怎么可以进呢？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觉得你太过分了，所以他才把者根家拿出来。那我认为者根家是针对荷兰的决议了，那他早就准备好了，那只是什么时候要丢出来这样而已。因为美国那个云的交易要禁止对，现在还不确定比如说。他可能会进到 Amazon 那 Amazon 是说，你如果用我的云计算，那做某些本来可以演算的事情现在基本上这个比如说 NVIDIA 是最明显的。对 ，NVIDIA 本来是卖给中国大陆有一个特供晶片叫 A800，是。那传出。拜登也要把这个禁了，对 A800不行，那本来是 H100不行，对，现在连 A800都不行，对，那这已经违反规则了。等于他本来他是为了符合美国的法令制度，我创造一个 A800是可以卖给中国的，现在这个也不行了。对，我为了你，我特地设计一个可以卖的，而且 A800也不是先进制程是，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在政治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你如果是限制先进制程、先进晶片。那你还可以说是敏感科技管制，对那如果你连 A800 成熟制程像 DUV， 你都要限制，那这个就等于是要把人家搞死半导体产业了。你懂我意思？这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这样，你完全不是说那个先进制程我有安全的考虑所以我不能卖这个在过去就有了。在以前共产主义的时候就有瓦森纳协议嘛。那也是针对跟军有关的科技做禁售，这个可以理解可是成熟制程从来没有被限制过是，所以你现在把成熟制程纳入管制，就是摆明了要让我整个半导体产业都起不来嘛。那你这个就是太过分了。那你如果这样，那大家都来硬碰硬嘛。所以才会衍生出者根家，我就往你上游走嘛，大家都来玩但是有人说这个白宫这一招比较厉害，就是云计算或者是相关的这一些卡技术晶片的卡，
比较厉害。跟者跟家他们就讲了，说基本上者跟家虽然都是这一些制造半导体的原物料啊、太阳能啊、电池的原物料，但是其实又不是只有你有，我们也可以，我们之前没有，我们有的储量还比你多。我们不想要那个的话，对，我们不想要去开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保有这一些，因为是稀土嘛，我们想要保有它。这个理解是错的。那您怎么看？我跟你讲没有错，他本来是储量，他觉得这个重要嘛，我就先留着不采。对。那有些国家是这样没有错，比如说美国的油本来也不采，那去买中东的油，对。可是，因为我跟你讲，者跟家并不是一个矿物了，是，它是叫衍生物了，比如说以镓比较重要了哈，那个氮化镓是很多东西的必要元件，那第三代半导体几乎不可能不用了，那它是氧化铝在提炼的过程中的副产品，对，那这个大陆叫卸脚料了，那同一个意思，就副产品，它并不是某一个本来就在地里面可以挖的东西，是。那问题是氧化铝的提炼加工几乎都在中国，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因为长期不做这件事，那导致它的矿业的人才就没有培养了。那大量的企业都已经忘记怎么做了，因为都走掉了。那后来全部都跑到中国嘛，稀土就是这样来的嘛。是。重点不是稀土的矿藏占比啊。对。比如说锗，美国的占比实际上很高啊。是。锗它的占比比中国还多一点点问题是你没有提炼加工的能力啊。那提炼加工就牵涉到相关的专利啊、人才啦，还有长期的资金投入。你要并购嘛，变大嘛，那中国大陆基本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就是它相关的企业规模比以前要大很多，它都买完了啦。对，所以你美国要做，有人估计了，它要把氮化镓的整个产业链在美国恢复大概需要10年。所以觉得这10年，如果它真的，因为他没说要多久嘛，如果这个它真的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政府核准啊。对。但他是说他，我跟你讲你现在也许也会在存粮啦，你讲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本来是在交易的嘛，对，所以会有一些存货在贸易商手中嘛，是，1年之后你就知道痛了。像这个半导体公司 AXT， 它现在已经要开始申请进口了。他说呢，他们的存粮其实还是有的，大概有几个月10几个月。但问题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来申请到这个许可，原因是因为它第一季度光是它中国买的砷化镓还有锗，其实呢基本上就为他们创造了430万美元的收入，所以他们觉得是影响巨大。但是有人就像刚刚跟亮哥讲的，说影响有限，当不成筹码，因为他觉得说呢，以前也发生在替跟屋上面我不知道那个业者是谁了。这个是投资银行霍尔加腾负责人。对。他的分析师啊，所以他不是本业嘛，分析师这种不是本业的分析师就听听就好了。比如说我们台湾有关的2家公司，一家稳懋，一家全新嘛，他也说暂时看不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跟中国买的嘛，他是跟其他国家买的嘛，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可以给你啊？因为他有从中国得到进口嘛。我跟你讲，这个原物料直接买原物料了最大的如果真的干了，第1大的进口国是日本，对，那第2大是韩国，那第3大是美国。那你以为你以后从日本还买得到吗？问题在这里嘛。所以日本在中国大陆昨天通过这个之后，日本就突然这个。因为日本制裁了中国24项半导体化学原料对，所以我认为中国必然制裁日本了。因为日本已经宣布了嘛，那结果日本居然昨天怎么回应，你知道吗？说中国这项制裁没有提到特定国家，我们感到很欣慰。还要再研究一下，看看对我们实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100%你受影响，我跟你讲，日本100%受影响。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影响不是立即的，因为你还有存货嘛，这个就跟美国制裁华为的晶片一样嘛，华为的手机也不是立即停止啊，
他也等了好几个月之后才完全停止，对不对？那如果是先进制程，你说啊 DUV 不能卖，那中国大陆现在 DUV 有几百台啊，对，所以它还是可以制造啊，要到完全不能用为止嘛，是，所以那个大概也要2年以后吧，而且 DUV 我们用阿斯麦尔做例子啦，荷兰的阿斯麦尔一年做345台 DUV，那中国大陆买多少了？中国大陆大概是买70台左右，蛮高的占比耶，占比大概15%，15% 15到16，不到20了，15、16，340，哦，有，它大概70台，那大概不止，大概20%左右，对啊，大概20%左右，那我也不是立即没有 DUV 啊，我还是有的，我就用旧的机型继续生产，用到不能用啊，对，就是会有这个递延效应啊，所以不是立即的啊，可是中国大陆知道这一招是有用的，美国人绝对不可能，尤其是日本跟美国绝对不可能低看这件事啦，因为我们用镓做例子哈，因为镓是一个副产品嘛，对，那全世界只有23万吨，那美国只有4500吨，那中国大陆大概占其中的80%，就是23万吨，它占80%，所以你很快就会痛了啦。是，你现在只有4500吨，对，那你没有，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做啊，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元件啊，是你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才能够产生那个作用，对，那今天中国大陆又进一步说明了，他说我们这两个还不是主要的稀土嘞，对，那这两个不算稀土啦，它只能够说是半导体必要用的元素啊。是，那我们传统讲的稀土，它都还没开始。就是那个时候美国国会在开会说我们要如何防止他们进我们的稀土，我们会很痛的那一些稀土，其实我跟你讲哦，美国现在是卡在一个地方嘛，就是它确实有在澳大利亚啦，在非洲啦，在日本的海床找到稀土矿，对，可是你找到稀土矿是没有用，要提炼，提炼加工，对，那提炼加工90%的专利都在中国手里，是，而且它也经过整并了，所以现在都是中大型的公司，所以它的议价能力啦等等方面啦，你都绕不过去了。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美国自己自作自受了。怎么说呢？比如说中国大陆本来买你美国的半导体的制程设备、制程软体嘛，那就大家都习惯了嘛。对啊，因为加工分工啊，你不可能什么都会自己做嘛，所以大家就习惯了就买你的。对。那你美国也是赚到钱啊，结果你美国突然有一天说，不行，我先进晶片不能让中国学会，是，所以制程设备、制程软体就不卖了嘛，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就突然卡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嘛。不是，因为自由贸易也是你们讲的啊。是啊，可是就是制程设备、制程软体，你如果要发展出你自己的一整套，是，那就是要5年到10年。那这个跟这不是一样，因为你长期稀土啦，或者是镓啦、锗啦都买中国了嘛，那你就不会担心有这么一天嘛，那等这一天真的来了，你就发现你所有的那个供应链加工的过程，包括技术人才，你通通都缺，就这样，是，那不是一样的逻辑吗？今天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商务部的前副部长。魏建国，他怎么讲哈？他说其实这些都是中国反制的开始。是啊，中国制裁手段种类还有非常非常多。那如果再来的话，利用霸权主义，企图推动脱钩断裂、打压，最后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你觉得这两个人，这两手，哪一个比较狠？没有，我觉得这个只是中国终于想通了啦。就是他终于了解什么是美国人了啦。就美国人真的是吃软不吃硬。吃硬不吃软啊，说错了啊。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真的是这样。是这样。然后你如果没有底气，他就吃进来。你如果没有手段，他就吃进来。这就是这样，美国人的本质就是这样嘛。那当你拿出硬的，
比如说，为什么贸易战现在美国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发现没有搞死你啊，而且贸易额还在增加。然后你中国“一带一路”的贸易额，本来贸易战刚开打的时候，中国大陆大概跟124个国家是最大贸易伙伴，是。结果搞到去年底变成141个国家，嘿，不太对。那美国当然就发现，这个不太对，好像没什么鸟用这样啊。那没什么鸟用，他就要调整了。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我跟你讲啊，这个就好比我们台湾也有类似经验啊。我们台湾要做 IDF 战机已经做出来了嘛。他发现效能也不错，他 F16就卖你了。哦，逻辑是一样的嘛。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研院的中科院啊，我们的那个雄2、雄3飞弹要做出来了嘛。所以他鱼叉飞弹就卖你了。哦，都是同样的逻辑。他就是这种国家嘛，你知道吧？够强，他才会看得起你，当然是这样，才会愿意跟你好好说话，然后才会用实力说话，才知道这句话，才知道你可以制裁我，所以我只好跟你交易嘛。就是我的筹码跟你的筹码交易嘛。是，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你终于了解他了。终于中国大陆看清这件事情，知道说要怎么跟他说话。其实我坦白说，在老一辈的革命家是知道这件事的啦。如果没有韩战，美国会看得起你吗？所以毛泽东当然是了解的嘛。事实上，李光耀也讲过这个事啊。他说他有一次出国啊，然后看到那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礼让中国的官员先进关，那个时候刚好发生韩战，然后他后来就知道原因嘛。他说那个第三世界国家就说对中国敬佩啊，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你也敢打啊，而且还打平手。所以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啦。事实上，全世界也是这样在看事情的啦。你不要以为你光会表达善意啦、给钱啦，你就可以得到地位，没这种事啦。所以就是杨洁篪那个时候讲的，我跟你是同实力来说话。对，可是你也要评估你的底气，评估你的底气有多少。你没有那个底气，你讲这话就是找死啊！当然是这样。那你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呢，大家就想问了，为什么伯雷利本来下个星期要访中，现在及时的被喊卡？伯雷利的讲法就是说，你看那个时候都已经发快讯了，说7月10号访中，然后会会见秦刚。结果现在呢，突然之间被告知说他不能去了，他其实已经是第2次去不了了。第1次是因为他自己确诊的关系，所以他就没有去。然后结果后来呢，发现他这次可以去，结果又不能去。中方有回应，中方的讲法是说，我们现在呢是高度重视中欧关系，我们会一直同欧方保持各层级各领域的交往，欢迎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尽早访华，愿同欧方继续保持沟通。想要请教一下这个亮哥，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其实基本上2只大象打架这件事，对于欧洲这边他们影响也会很大。他们现在呢，德意法也说了要联手来保障原料的供应，要降低对华的依赖等等等。先前的对华政策呢，也强调了我们跟他呢是竞争对手，但是是排在最后的那一个。我们希望中方帮忙，帮我们把俄乌战给缓下来，最好是停下来。他们现在其实对中的立场、对华的立场也已经很明确了，问题在哪？我的感觉是，第一个就是欧盟要提出战略白皮书嘛，那现在内部有不同意见啊。对。那我认为时间点还没到。还没瞧，你说欧盟内部瞧不出来，中方认为还没有准备好。不，因为中方在乎的事情，人家已经讲很白了嘛，就是什么叫去风险化嘛。对。那你把脱钩，你说你不会脱钩，那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可是看来看去，去风险化跟脱钩差别不大。所以你是不是具体到是不是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通杀嘛，那你是不是要做个案审查？就说我只要符合你的安规，你就让它通过嘛。是那欧盟到现在为止都不愿意这样说了，他还是想要用一些大概念这个坦白讲是冯德莱恩在搞的啦冯德莱恩根本就是半个美国人嘛而且他还在争取北约的秘书长对，所以他就想要用通用的概念。那通用的概念，你如果没有把它讲清楚，你就跟脱钩没有实质差别
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呢，我猜啦，因为他也不会承认，就是法国现在一片动乱，那马克宏不好出手了，马克宏现在没有时间搞外交了，当然，对不对？他连去访问德国都取消了，是，所以我认为中方在等法国笃定一点。因为欧盟坦白说，中国能够期待的力量就是法国。那法国目前这个内乱还没有搞定啊，所以马克宏大概在，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各国都是这样啦啊。如果你对他有点不友善，他就趁你病要你命啊。那美国趁着你法国现在内部乱嘛，那美国的力量就介入了。那欧洲目前真的就是这两股力量在拉锯当中嘛。有些人是偏法国这一边，那有一些人还在看美国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就是这样。而且这跟俄乌战争也有关啦。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做了综合的一个判断啦，就是说你这个弗雷利，你这个时候来，大概讲的也都是那些老生常谈那就会让人家更觉得我们还是焦灼，还是僵持不下。对，那这样有什么用？没有具体成效。没有成效啊。那秦刚才刚去欧洲回来啊，德国、法国，李强也都去了啊，是，连李强去都没结果，你弗雷利来会有结果？怎么可能呢？这个，所以我是觉得。他可能在等比较好的 timing 比如说这个，因为欧洲跟中国的互动是跟美国是互动，是连结的啦。而且你要知道，最近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中国要在7月15号向 CPTPP 执委会提出申请的文件嘛。是。我觉得这个动作有点在向欧洲示威了。什么意思？说你中欧投资协定都不审，是不是？那我这边就先了。我要送你的大礼包，你不收？你不收啊？我送别人喽。当然就是这意思啊。因为中欧投资协定事实上是对欧洲有一些让利的嘛。当然。有很多领域都从你欧洲开始，那结果你欧洲议会也停了，各国也都不审啊。那都不审的原因，当然就是，我现在才看到法国站起来了，包括法国先审也有可能啊，总要有人先表率吧，那你都不动，那欧洲议会现在那么意识形态怎么审？所以对不起啊，我先去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还有纽西兰啊。可是您刚刚提到 CPTPP， 那我就想到了王毅。王毅他其实是在这个中日韩他们有一个国际合作会议、国际合作论坛上面，他直接的讲，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你不要以为，这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哈。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你也变不了欧美人，变不成西方人。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怎么样？我这个当然是针对日本的安保2.0，还有尹锡悦一面倒亲美在讲话。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可以变成白种人啊。对。这个很实际的话这个当然也隐含着你就是亚洲人啊。你基本上还是要从亚洲来思考自己的定位。是。那事实上我跟你讲啦，这个中日韩，因为韩国没有参加 CPTPP 啊。对。因为韩国不愿意跟日本在一个 FTA 里面。这句话下听起来特别讽刺。那结果尹锡悦现在正在跟日本度蜜月啊。对。就是韩国，他是跟中国签了 FTA， 对。然后又跟东盟签了 FTA， 对。可是他没有参加 CPTPP， 是啊，因为他不要跟日本在一起。因为目前美国离开主导就是日本了嘛。是啊，对啊，是啊，他不要跟日本啊。那可是日本一直想要跟中国、韩国有个 FTA，因为 CPTPP 不是完全他能掌握的，因为有加拿大嘛，那加拿大会听美国的话，所以日本人是希望有一个 FTA， 就表示事实上王毅去谈这个事情，就是想要让中日韩
有一些特别的议题可以自己走了。那目前当然最迫切的议题就是你这个福岛的核废水嘛。那这个议题目前看起来就是你日本一定要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嘛。不然就注定要冲突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思考，在 CPTPP 我还没有参加之前，那韩国不愿意参加，那我中国现在这样申请，那我们中日韩可以来自己搞一个，这个是有机会的哦，并不是没有。可是日本跟韩国现在跟美国搞成这样，中方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思考，因为他其实也有说啊，他说他可以理解个别国家你们有交友的权利，但是问题是你们要搞清楚，你们这个交友的权利会不会影响到邻近国家，你的近邻。他其实里面还有讲到这一句，不要影响到近邻，因为他很常用近邻来形容日本跟韩国。不过这两个国家我跟你讲啦，这两个国家有中国不能影响的部分啦。因为他们跟美国都有双边的共同防御条约，没错，那都是美国的最典型的盟邦啦。是我中国也没有要影响到那么深啦，他只是要你想清楚啦。就说你这样真的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吗？那比如说尹锡悦，事实上文在寅跟这个朴槿惠也没有做到那么过头啊，尤其是朴槿惠啦，朴槿惠跟你都是属于保守阵营嘛，也没有像你玩成这样啊，那文在寅当然他们是比较反美啊，可是韩国的传统的利益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嘛，就是再怎么样也不会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啊，再怎么样也不会把你的侦察机飞到黄岩岛啊，你是不是白痴啊？韩国就真的干的这件事啊，你把你的侦察机开到黄岩岛，你是干嘛？黄岩岛是在菲律宾旁边，你要介入南海吗？你是头壳发烧到这个程度了吗？这个就好比日本嘛，日本把他的海警船开到万安滩嘛，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那根本不是你的传统地盘你这个除了是配合美国，或者是美国叫你这样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能性？我认为以日本的国民来讲，他也不会这样做了。比如说那个南海，你动不动看到美国的军舰开到南海，我们没有看过日本的船啊。那你现在为什么海警巡逻跑到万安滩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而且还公布了一个1000公里的一个警巡范围，这已经完全不是日本原来的思维方式了。是有被影响了。中方怎么样看？我觉得这个就日后的这个合作，所以他就要把你拉回来嘛，所以他会把这个话讲到这么白嘛。你不是白种人，你不要搞错了。如果澳大利亚在那边胡思乱想，以为自己是欧洲人啊，这个还情有可原啊，你知道吧？可是连澳大利亚都是亚洲国家，所以你看那个阿奔尼斯就正视他是亚洲国家这个情况嘛，是，所以就要正视它的贸易有35%的出口是到中国啊，这个就是现实嘛，那韩国最近我觉得是有一肚子的窝囊气了，因为它的经济可能出了严重问题了，所以它跟中国变成逆差嘛，这事实上是很严重的事啊，那既然变成逆差，就应该更要好好谈才对啊，是不是有一些领域，那中国对欧洲要开放嘛，那是不是也可以给日本、韩国？这个是可以谈的啊。那结果你韩国不是这样想嘛？我觉得他幻想，他有这个尹锡悦这个总统，真是我们应该要立一条法律，说以后检察官不能当总统，真是可怕极了。他竟然去幻想美国会是他未来最大的出口市场，这简直是离谱到了极点。那事实上，最近他对美出口超过对华出口，那是因为你对华出口的项目被打败了嘛？对。那你连这个都想不通比如说你的成熟制成的半导体是，甚至有部分的我们讲这个面板这个是你自己被进口替代了，
那你怎么会想成你在中国市场就没有机会了呢？你这样的逻辑不就是这样吗？就我们被中国打败了，那以后中国市场我不要了。哦，怎么可能这样思考嘛？没有想要再去挽回的那个任何一丝丝的意愿。我跟你讲，全世界都是已经逐渐都是以区域贸易为主了。你以台湾做例子嘛。我们台湾对美出口也在增加，没有错。大概提高到15%左右。可是我们对东南亚，对中国的出口加起来有65%。是，你能够不面对吗？中国大陆42，是，那东南亚也到了22、23，我还没有算日本跟韩国，对不对？所以你台湾怎么可能？像我那天听赖清德讲话，我也快昏倒了。他说美国跟墨西哥是台湾未来最大的合作伙伴。你到底有没有看数字啊？真是可怕极了。我就说啊，赖清德会不会跟尹锡悦一样头壳发烧啊？不知道。就是这种问题啊。我觉得日本人还没有那么离奇啦。日本人主要是因为他就是认为中国就是假想敌嘛，而且有中日的这个抗战的历史血海深仇啦，这也是事实啊，这也是事实，所以他会怕。可是你再怎么增加军备，你是不可能去逆转这个潮流的嘛。比如说日本，我们随便讲了，他在还没有增加军备之前，他的国防预算是中国的1/6。对。他现在要分5年增加到2%。对，100%嘛，就要增加100%的意思。那今年先增加26%。那岸田就认为他一路5年就是军备要不断扩张嘛。好了，就算你增加到GDP 的2%啦。你的国防预算也还是只有中国的1/3啊。那跟量体有关吗？因为你就是只有5兆嘛。中国是17.7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你永远追不上的。而且你现在还惹毛了俄罗斯啊，让中俄在联手啊。那中俄联手你怎么办啊？讲到中俄联手，来请教您怎么看上合组织这一次的会议哈？原因是因为这一次，当然习近平他的讲法就是您刚刚特别有提到说要扩大本地结算的份额，然后呢还有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变成一个新的冷战。那同时在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伊朗已经正式加入了。对。您怎么样来看伊朗加入的这个第9国元素，会不会影响？因为本来它这边是比较区域性的嘛，那你怎么看之后会再有其他人加入吗？伊朗加入也是区域性的，只是扩大啊。扩大，但是你就觉得它之后有可能会真的变成，当然不太可能变红色北约啦，因为没有那个共同防御嘛，对不对？但是你觉得它之后会再扩大，比如说到沙特，或者是到其他地方？沙特已经要参加了。是。我跟你讲了，他现在要加入白俄罗斯了。我跟你讲啊，白俄罗斯这次是观察员嘛？对了，那就是俄罗斯推荐的嘛。对啊。我认为上合组织它就是一个结合地缘政治的组织啦。它一开始是要反恐嘛。对。就是为了新疆维吾尔。是。然后串联到中亚。是。那反恐之后，它现在逐渐的开始有一些，比如说经济安全的问题。对。它要把它纳入。那可是它的跟金砖不一样。它地缘政治的属性很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中国跟俄罗斯扩及到中亚，然后现在要扩及到欧亚，因为伊朗是属于欧亚，那还有亚美尼亚、亚塞拜然未来也可能会加入，是，然后另外就是中东嘛，是，它是一路扩出去的，所以你觉得会一路往那边？会，这个无可避免，而且这个我讲白了啦，在国际政治的角度里面就是陆权联盟。对，从这边过去是陆权，没有错，所以是陆权跟海权的对抗，所以就是美国最害怕的东西。我认为金砖跟上合组织有不同的定位了。上合组织就是陆权联盟，虽然它没有集体安全啦，对，可是呢会逐渐的，至少我会通气嘛。比如说你美国以后要再给我一些假情报啊，来煽动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仇恨，以后就做不到了。因为这2国都在里面，是，那就可以对情报对账啊。你有没有被骗啊？你有没有被骗啊？而且是在中国跟俄罗斯2个老大之前，所以大家不敢讲假话，你知道吗？所以它会有这个作用，就是说上合组织未来就是
比如说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长期矛盾嘛，是。那亚美尼亚背后就俄罗斯嘛，因为是基督教东正教了。那亚塞拜然背后是伊斯兰嘛，是。大家就可以谈了嘛。你们都进来，老大在这儿，关起门来。那俄罗斯你不能够一面倒向亚美尼亚，因为我中国也在，所以中国就会逐渐变成公道伯啦，叫区域公道伯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从来没有介入过你们这里的战争嘛，是，所以他实力够嘛，对，所以他就会逐渐变成公道伯比如说波斯人就伊朗，跟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我可以调停，那这次就成功了，是，因为你们的战争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啊，两伊战争没参加，以巴战争没参加，对不对？那现在要扩及到要去处理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不过那个跟上合组织无关啦。是上合组织，我认为它会越来越是本币互换，就避免美元霸权啦然后经济安全的一个讨论的机制啦。那当然，本来的议题也会在了，就反恐嘛，反恐情报那他们会共同介入来协助阿富汗，然后协助比如说叙利亚啦，也门的内战啊，这个基本上还有。我刚刚讲的亚塞拜然跟这个亚美尼亚，我觉得这些问题他大概都会处理。所以这样的话，等于这个区域上面反而就整个陆权它的一个大集合之后，会更加的稳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往这个方向的发展。知道美国以前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就讲过嘛，对，美国的噩梦就是中国、俄罗斯跟伊朗的合作嘛，没错。结果现在搞了一个更大的，把所有的陆权国家都连在一起了，所以美国当然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美国你可以看到它最核心的伙伴嘛，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还有日本，都是海权，这个非常清楚了。那美国经过拜登这个无能的总统的一乱瞎搅和之后，现在中东已经很难介入了，对不对？这不就你自己造成的吗？对不对？那东南亚它也越来越难介入，东南亚已经快要变成中国大陆的经济腹地嘛，那越来越多关键的国家，比如说越南啊、印尼啊，就脱离你美国的轨道嘛，是那中国大陆我觉得会用同样的逻辑啦去经营中亚、中东。那你刚刚讲上合组织，就是中东跟中亚，美国要介入会越来越困难。OK。这就很清楚的一个逻辑了。那您最后一个怎么看？这是我最在意的一个，就是未来我女儿到底吃不吃得到海鲜？好，什么意思？因为我一想到我就想到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日本有一个未来人，他在 YouTube 里面会戴着面具，他呢说他来自2062年，他说未来人类吃不到海鲜，原因是因为核污染。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新闻，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虽然他们现在是会分段。来做规划跟处理，但是最快8月的时候就会开始排放入海了。IEA 呢，来了这么一位这个葛罗西，阿根廷人，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我心想，天哪，那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啊！清朝黑潮就在这里，好，看他说了，他说呢，现在基本上。不管怎么说，他觉得这个浓度啊，或者是这些的核废的影响啊，是不会影响到这附近的水域了。虽然日本人他们自己的渔民也都反对，但是问题是还是一样会持续往前走。当然，他附近的邻居中国反对，韩国的农业不反对，台湾呢我们就不提了啦哈。然后现在我们想要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看起来势在必行，也没有办法把它喊开，有没有办法把它拦下来？那未来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个不是打不下来啦，是第一个日本是有方案的，对啊，问题是他是选择了最便宜的方案，当然啊，因为其他方案就是要把它埋在地底下嘛，那要花很多钱，是，据我了解，那个钱大概是3倍以上，3倍以上 ，OK。那因为东京电力公司是民营公司嘛，他不要花这个钱嘛，是，那你就准备韩国、中国大陆对你出招吧。我就跟你讲了嘛，国际政治只有出招，到最后才会真的有谈判。只有同实力说话这件事情才能谈。本来就是这样啊。那我就把你的日本进口的海鲜全部禁了。
哦，最狠会到这个程度？当然是这样啊。我跟你讲了，现在因为它这个核废水，大家担心会影响到它会沉淀嘛。对。那最担心被吸收的，实际上不是海鲜啦。最严峻的就是海盐啦。海盐。那韩国人跟那个山东那一带的老百姓，他是习惯用海盐来做佐料的。所以韩国的海盐现在价格已经暴涨，因为以后大家不敢买嘛。当然。所以现在就抢购啊，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说，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啦。那它的时间是这样了，它就先，因为它的是往北的洋流啦。对。所以台湾不是立即受害区了。它大概隔了不知道多少天之后，它就会飘到加州。那也会抛到俄罗斯，像勘察加半岛啦、库页岛啦，它是往北飘。所以山东啦、东北那个什么海参崴啦那一带一定会被影响。第一时间了。所以很可能就是韩国、中国跟我不知道这个尹锡悦会不会做了，因为尹锡悦就是个很奇怪的领导人嘛就是韩国会不会做到说禁止日本海产进口？我认为还不至于，可能。可是他可能会做一些项目那中国跟俄罗斯是很可能会做出这个动作，就直接就砍了，直接砍了那你自己看着办，就是够痛够痛才会有反应。当然是这样政治向来如此所以之后，所以你女儿能不能吃到？我认为还是乐观的啦，还是乐观的，还是有机会的。它主要是往北飘，那当然最终会影响太平洋所有沿岸，那个大概是3年以后。OK，所以你可以开始预购这样。我要先去买一个大的冷冻库，就像南韩民众现在开始狂买海盐，反正盐放了又不会坏。不然，因为你如果往南像澳大利亚啦，或者印尼你没有看到它很大的抗议的声音嘛？还没，因为知道它的洋流的方式这样。对，好，今天要非常感谢亮哥我们第一次邀请亮哥来到我们全球大白话的单元，然后希望呢这场直播能够让大家从头到尾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现在国际上有没有哪些事情正在发生？那也希望大家呢之后。我们应该是每个星期4中午同一个时间，我们都会邀请亮哥来到我们全球大白话这个单元，跟大家好好来对话。再一次的感谢亮哥，谢谢。拜拜。